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对于喜欢吃炸食物的家庭来说，油炸的过程就是在消耗食用油。尽管每次我们只用一点儿，但长此以往也会让人心疼。毕竟食用油并不是那么便宜的，但是炸完食物剩下的油直接丢掉，觉得太可惜。那要接着用反复利用，又觉得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将这些油处理好呢？今天分享大家只需要这一招，旧油变新油。我们在碗中倒入2大勺淀粉，然后再加入1勺的清水，勺子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我们先将旧油加热，等油5成热的时候，把淀粉水直接倒入油锅里，开小火一点点炸这个淀粉水。这个淀粉水遇热后会有效地吸附油里的杂质，可以使变黑的油恢复成新油一样清澈，并且能消除旧油的异味。大家可以明显看到，这个淀粉上已经有很多的杂质。等到淀粉成型后，并且像图片这样有杂质了，那说明炸得差不多了。这时就可以捞出淀粉饼，经过这样处理后的旧油就可以变成跟新油一样清澈，而且味道闻起来没有任何异味儿，帮我们省下了不少油。下次做菜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油啦。在平时的生活中，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自己家里面制作一些油炸的食物。那么对于这种油炸的食物来说，确实是吃起来特别的香。可是对于这个油炸的食物，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吃完之后，可能最让人头疼的就是这种炸过东西的油要怎么办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对于这种油，在经过多次的油炸之后，它会出现一种不好的物质，那么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影响。可是如果直接就把这么多的油给倒掉的话，确实是非常可惜。那么酒店大厨就告诉我们，千万别倒掉，只需要这样一招，就能够变废为宝，让这样的一种废油成为一种香油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啦。无论是逢年过节炸春卷、鲍鱼、酥肉，还是传统中式早餐的油条、油饼，亦或是炸薯条、鸡翅等等，这些食材因油炸而酥松可口，让不少吃货食欲大增。可炸完食物后的大量剩油，却叫人很犯难。倒掉有点浪费，但继续重复使用这些剩油是否有害健康？很多人舍不得扔掉大量的油炸剩油，会继续用它反复煎炸或高温炒菜。其实这种做法存在着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。在反复油炸过程中，食用油会发生氧化、聚合、裂解和水解等反应，不仅香气变差，油色变深褐色，粘度增大，且杂质多，还会产生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。据相关研究报道，在控制好油温130摄氏度以下的情况下，重复使用最好不要超过2次，还应视具体情况而异。若油炸之后油色变深褐色，粘度大且杂质多，建议不再重复使用。油脂色泽略深，流动性较好且杂质少，这样的油则可以继续使用。若想重复使用油炸剩油，首先要将其静置一段时间，应沉淀杂质并滤去。存储时，应将其放入密闭闭光的容器中，置于阴凉处。若敞着口存放，则会加速其氧化和酸败，需尽快使用。剩油做调味油、面食用油或炖菜用为宜。非海鲜类的煎炸剩油用来拌凉菜时，不会被再次加热，可避免有害物质的继续产生。做烧饼、
花卷等点心面食时，面点内温度不太高，又有面团中淀粉的保护，油脂不会受到明显的氧化，还可以用来炖菜。炖菜时温度不会很高，故生成的有害物质比较少。使用剩油时，应尽量避免反复油炸，油炸前尽量沥干食物，令油炸过程中同时还会产生有害的挥发性物质，故应加大脱排油烟力度，避免人体大量吸入油烟而危害健康。油温过高，血管在冒烟。先来说个细节，炒菜时是不是总想着油得冒点烟才够热？听着滋啦一响，感觉菜下锅才能香，可问题就在这儿，油温过高，不光是菜被爆炒，血管也跟着遭殃。研究发现，食用油在高温下会产生大量的油烟颗粒氧化产物，这些物质一旦吸入体内，长期下来会让血液里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飙升。说的再直白点，血管里的垃圾就是这么积累起来的。像一些特别爱吃爆炒菜的家庭，血液里脂质代谢异常的风险会比一般人高 30%。还有更要命的是，这些油烟里的致癌物质也不少。研究表明，炒菜时产生的苯并芘一种致癌物，高温时含量能增加几十倍。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威胁，可能就藏在厨房里。想要避免这种问题，其实方法简单，油温不要烧到冒烟，差不多控制在150度到180度就行。怎么判断？用个小办法，丢一块葱姜到锅里，能听到微微的滋滋声，但没有大面积的烟冒出来，这时候下菜刚刚好。油多血管负担比洗碗水还重，多点油才香啊！这是很多人的炒菜哲学。可香味的代价是什么？是血管里的油脂库存越来越高。炒菜用油多，除了让菜的热量直线上升，还会让血液中的脂肪含量堆积如山。医学研究显示，长期摄入高油脂饮食的人群，血管硬化的风险比普通人高出 40% 以上，冠心病、脑卒中的概率也会大幅增加。有些人觉得自己炒菜不算重油，其实一个炒菜锅的油量随手一倒，轻松就超标。这个数字是多少？差不多2勺而已。可很多人炒一道菜，有可能已经到了5-6勺，再算上其他油腻菜肴，基本上一天的油量早就爆表了。想让炒菜健康点，可以试试少油烹饪法，比如用不粘锅减少油的用量，甚至干脆选择用水焯一下再炒，既保留了食物的鲜嫩，又不会让血管背上油债。另外，花生油、菜籽油这些常见食用油，可以和橄榄油、亚麻籽油轮换着用，这样更有利于营养均衡。科学的炒菜方式还要讲究火候和时间，比如炒蔬菜时大火快炒，避免营养流失；炖煮类菜肴时，尽量减少盐的使用量，用慢火慢炖来突出原料的自然味道。炒菜这件事要健康，真的没那么简单。今天的精彩视频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